喝这么多了，你不要命了？啊？你昨天不是刚因为胃病住院了吗？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也回不去。你好，你是喝这酒给你毒哑了？哎，从我坐到这块儿你就开始这么闷头的喝，几点了？你有没有考虑过我这个作息正常的养生达人是不是会困啊？你还不了我走啊？哎呦，别喝了，你不聊我真走了啊？聊什么呀？聊你相亲对象了。啊？哎呦，我大宝贝，你因为这事儿啊，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跟阮玉那次相亲从开始就是结束了，没到5分钟，人家都成我客户了。你天天跟人家甜甜蜜蜜的，又炸年糕，又挎着大洋在打视频电话的啊，这关系怎么到我这儿只字不提了？提了有什么用？那你什么都不提，我怎么这帮你分析到底能不能有可能性啊？你们俩中间到底有什么隔阂呀？你就说呗，你这急死人呐！我要是说了，别惊到你下巴。哎呦，来，我听听，到底什么天崩地裂一样的故事，能惊掉一个30岁人的下巴？哎呦！照这么说，当初你还没等看清人家长什么样呢，你就喜欢了？那当初你怎么不直接表白试试呢？我们家当时的情况，你还不清楚吗？从楼里给我滚！一家子吃人血馒头的吸血鬼！说谁呢？老子他妈说的就是你，杀人犯的帮凶！那你现在怎么想啊？知道。其实我不怕他没东西，怕他动过去。明白。单恋不可怕，可怕的是，过了很多年以后，有人告诉你，其实你们俩本来可以在一起。你知道在小说里边，男主角的名字叫侯世谦。后，庆贺的意思。世谦，时过境迁，所以就是庆贺时过境迁的意思嘛。兄弟，咱这是现实生活，啊，不是拍电视剧的，不是这么简简单单的黑底白字一行，10年后就轻描淡写的就能划过去的。我也不相信阮玉现在对你就是一点喜欢都没有。但是你听说过一个词吗？假性喜欢。什么是假性喜欢？我给你讲一故事。我有一哥们儿，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刚开学不久呢，他跟一姑娘就互相看对眼了。但是俩人谁都没有说破这件事儿，直到快大学毕业了，才听别人说，哦，原来这姑娘也喜欢他。然后呢？后来我这朋友就疯狂的追这女生啊，俩人就好上了。但是好上了之后，他就发现了不对劲儿，因为俩人
根本对对方谁都不了解。他们俩在互相看对上眼儿的时候，完全就是陷入到自己的脑子的那种对对方的幻想当中了。这就叫假性喜欢。后来我的这个朋友呢，就跟我说他在疯狂追这个姑娘的时候，完全就是陷入到一个遗憾和执念的那个漩涡当中，上头了。他就想着，如果我现在不追的话，再错过太可惜了。等他冷静之后分手了，他也后悔，他当初不够理智。因为本来双方在对方心里都留下了一种很完美的样子，他这一个不冷静，就把所有的美好全部撕碎了。所以兄弟，我想提醒你，有些时候有遗憾未必是坏事，你抓住了，他也有可能会后悔嘛，是不是？凡事先考虑清楚了，再行动。行动。行动。我说这么多，就听见俩字儿：行动。喂，喂，上哪儿去了？trang上，回公寓了？去他家。去阮玉家？你干嘛？我不是刚跟你说吗？冷静，别冲动嘛！你干嘛？你要表白去啊？挂我电话。照这么说，当初你还没等看清人家长什么样，你就喜欢了？老板，《银河帝国》第3期到了没？哎呦，姑娘，你来晚了啊！就一本刚被借走，啊，就里边那个帅哥借的。看校服好像也是你们学校的吧？嗯，要不你跟他商量商量？不过他好像在睡觉。还是算了吧，等他看完了以后我再看。也行。天气这么好的周末午后，能看着自己喜欢的漫画书睡觉，太舒服了。人生嘛，就该反复活在这些美好的瞬间里。是。我现在面临的方方面面的压力，哎，你懂不懂啊你？我是不懂，我是弄不懂啊。我们一家人好好的日子，你不愿意过，你为什么一定要接这个案子呢？这是我的工作，我是个律师。整个苏氏就只有你一个律师吗？别人都不接的案子，你非要接。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呀？理解，如果这些美好的瞬间都被痛苦淹没了，我将继续寻找，就算这无尽的星辰令我的寻找希望渺茫，就算我将单枪匹马，银河帝国这句话送给你，一起看漫画的陌生朋友。人生嘛，有光鲜亮丽、自由快活的时候，也有深陷沼泽、迷惘无助的时候。如果被淹没了，就继续寻找和创造美好的瞬间吧。
加油！加油！徐怀松，你可以的。哎，你看那边，花种真来啦！你好。你好，请问您是阮女士吗？对。你好，我是咱们小区的物业经理。是这样的，今天凌晨呢，有一名醉汉在您家楼下出没，他没有骚扰到您吧？醉汉？骚扰？没有哎。啊，那就好。咱们夜间呀，务必要锁好门窗，注意安全。嗯。后面呢，我们也会加强这个小区的保安巡逻。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那不打扰了。您稍等一下。请问那个醉汉现在找到了吗？昨晚就已经被带走了。那就好。这个说起来也怪瘆人的。那名醉汉呢，就在您家楼下，对着那棵树，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说话，一会儿唱歌跳舞。这是什么变态行径啊？李时灿，武力可以。哇，李时灿现在已经这么好了吗？哪个狂热的男粉大半夜追星啊？难道就是那时候？那李时灿的粉丝干嘛到我家楼下来追星啊？那谢谢您了。那不打扰了，告辞了。辛苦。哈，有啥的？深夜清吧陪人买醉，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就一个字：竖。横折，横，竖撇点，横。困。刘律师还挺幽默。两位律师，请教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对付不法分子的办法？如果半夜有醉汉来骚扰的话，应该怎么应对？什么事儿这么开心，茂哥？这事儿你别问我，你得问当事人，你宋哥呀。说现在咱们律所这么闲啊，法律咨询业务一点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对吗？咱们实习律师可以不要。有哥，我今天10几个单子呢，我去忙了。张姐，我闲，不然你跟我讲讲。你怎么闲呢？一天这么多家暴案，然后还有那些工地上的纠纷，我这点小事儿，不浪费你的时间了，我先回了。哎，多小的事儿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感兴趣了。张姐，感兴趣啊？我给你看啊。你看这个视频里边的男子，跟我们雪绿有没有那么7分相似之处？加油！加油！徐怀松，你可以的。人还是要理智一点。理智，对。人设很重要，我们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所以要仔细想想那几个关键词：优雅、优雅、高冷，对，高冷他喜欢，高冷，高冷。除了高冷之外，还有一个唱跳。李时灿唱跳，还能有多难？还能有多难？我就不信李时灿唱跳我不行。
李时灿，我也可以。哎，吴叶妈，我刚刚这洗啊，发现咱楼下来一个喝大的，他正在发神经呢，你们赶紧过来啊！啊，抓紧时间啊！优雅、高冷、唱跳，我可以。阮玉，我来了。哎，去哪儿？哎，还问什么问呢？赶快拖走吧！哎，不是，哎，什么意思？哎，不是，哎，这不，哎呀，不像7分。那怎么着也得有5分吧？最多2分。3分，3分总有了吧？我看得有10分。跳得不错呀，不出道可惜了。可惜了，张姐都说可惜了。阮玉，我已经跟我比较熟悉的警官打听过了。昨天晚上你们小区的那个男子呢，就是一个失恋的伤心人，啊，因为酒喝多了，把脑子给喝坏了。警察叔叔呢也给予了批评和教育，这个你可以放心啊，他现在应该已经洗心革面了吧？放心啊，不会有别的事儿了。哎呀，哎，你也真够背的啊！你刚要摁，就被物业给摁那儿了，可惜了。不是可惜了，是幸亏。咋的呢？在许律师这儿啊，情场如法庭，要杜绝一切不合时宜的冒进，不到一锤定音的时候就不能着急落锤。但这个情场呢，毕竟不是法庭，法庭讲的是证据，情场讲的是拉锯。任何一段感情都是一场拉锯战，情场如战场。走喽，到工地蹲人去喽。收脚了。对，许我也多说一句啊，我觉得这真的谈恋爱这事儿，你千万不能像打官司那样，你要非要万事俱备，一击必中才出手，那对象不是被别人抢走吗？是吧？你还不走吗？啊，好行，我多嘴，我接着去忙吧，去吧，拜拜。他真的是越来越可爱了。一击必中。他现在应该已经洗心革面了吧？放心啊，不会有别的事儿了。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也回不去。这么酸的话，我什么时候使滑顶了赞啊？反调色盘可以定稿了，背诉工作到这里基本就已经完成了。还好没对我的第23章指指点点。成年人还是懂得给彼此留遮羞布的。刘律师、许律师，2位为我的案子忙了这么久，辛苦了。今天如果方便的话，我请2位吃个饭吧。看来阮玉一切正常，没有看到你那精彩的视频呢。行啊，吃个粤菜吧。这家店可以吗？许律师大病初愈，这家比较清淡。阮玉要是知道大病初愈的许大律师昨天晚上是怎么折腾的，阮玉，对不住啊，晚上我有一个相亲，就不过去了。你和许律师好好吃吧。我跟他怎么样？
够仗义吧？真相亲还是假相亲啊？当然是真的了。咱俩各自努力，顶峰相见，最好是啊。我劝你一句吧，晚上跟阮玉吃饭呢，就别喝酒了。喝完酒，有些人的这个酒品呢，少了刘律师，怎么感觉怪怪的？豉汁肥肠，这也不像高冷人士吃的东西啊。脆皮烧鸭，他刚刚出院，应该吃不了这么油腻的吧？不过这个烧鸭看起来好好吃哦。皮蛋瘦肉粥，皮蛋不行，腌的伤胃。手抓扇子，手抓不行，吃相不文雅。牛肉也不行，太不容易消化了。蒜蓉不行，味道太大。海鲜也不行吧？万一他胃里要是有炎症呢？掌中宝不行，吃起来太吵了。点好了。点了半天，2个人就点了2碗粥啊！男人嘛，实帅抵不了一抠，脸帅又不能当饭吃。许律师，你不用替我省钱的，咱们可以再多点一些。够吃。最近还有水军再来骚扰你吗？没有了。自从上次发律师函以后，就消停多了。那你最近会经常看网友评论吗？偶尔吧。我现在心态好了很多，许律师不用担心。哦。一般大家都觉得，在网络上点个赞、回复个评论没什么，但是涉及到官司，这些行为还是会代表当事人的某些立场。我还真手滑点了个赞，不过马上就取消了，这也会影响官司吗？点了什么？开庭在即，不能节外生枝。不过跟案子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一些伤春悲秋的言论。那既然这样，为什么取消啊？因为那句话说什么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有点太矫情了。我虽然也是写言情小说的，但也接受不了这种风格的文艺。那就好。你说什么，许律师？我说，那就好好喝粥吧。不是你先跟我闲聊的吗？不好意思啊，许律师。哎，阮瑜，你看那天那个喝醉酒的男人，哎呀，太滑稽了。这个醉汉怎么看起来有点像？醉汉？像我？不是，就是身形看起来有点像。许律师，你这么自律的人，怎么可能喝这么多酒？就算喝了酒，也不可能是这样的酒品吧？这视频画质还挺糊，可能因为穿的是西服。
就随意指认是谁。啊。另外给你一个建议啊，回去之后可以告诉你们物业，让他们加强一下小区治安的管理。嗯。这个人应该就是李时灿的粉丝吧？我看他跳的，像是李时灿的舞。不过真是有点滑稽。先吃吧，粥凉了。嗯。李时灿就跳得很好啊。术业有专攻嘛，他毕竟是专业的唱跳歌手。徐律师，你也认识李时灿？这话应该我问你吧。大明星谁不认识？但是能跟大明星坐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张沙发上，关系不浅吧？啊，你说上次啊，我跟李时灿在他成名之前就认识了，我们是大学校友。不止吧？嗯？你们还是同乡，不是吗？我记得李时灿好像也是苏轼人啊。嗯，是。高中就认识啊？啊，那倒不是，他是苏轼2中的，我是。那你是苏轼几中的？对不起，徐律师。别客气。我来，不好意思啊，没事。好，谢谢。许律师先吃吧，粥要凉了。好好感谢那位壮烈牺牲的水啊！你还笑？你说这许怀颂常年在国外的人，他怎么连李时灿是苏轼人这种事儿他都知道？这李时灿现在是不是有点太红了？这也不能怪人家李时灿，那毕竟你主动 Q 了他嘛。不过我总感觉许怀颂对李时灿好像有点意见。哦，我知道了，肯定是因为上次你跟他那个误会。人家许怀颂不都报警了吗？也是，不过跟许怀颂聊天啊，到处都是坑，一坑未平一坑又起的。我以后还是得少单独跟他见面，不然我感觉我迟早都要露馅。哎呀，要我说呀，你呢，与其像现在这么心惊胆战，不如勇敢一把，直接摊牌。你心里要真不在意许怀颂了，就让往事随风。换你现在心态轻松 ，OK？ 这跟在不在意许怀颂完全是两码事儿。我那是不想撕下我青春期的遮羞布，让它那么赤裸裸的暴露在阳光底下，太羞耻。我回来了！哎呀，女儿回来啦！哎，给它关了。哎，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吗？明天不是冬至到了吗？是不是？裹点冬至团，你喜欢吃的。哦，太好了！那我要配那个桂花冬酿酒来喝。没问题，我懂了啊。我洗手来帮你了吗？哎呦，别闹了，你帮什么忙呀？碍手碍脚的，是不是啊？给我积极性。哎，妈妈，我爸呢？你爸刚才还在这儿呢。玉回来了。哎呀，今天有口福了。妈妈辛苦了。走，咱们到院子里晒晒太阳。那妈妈，我先跳去了。真走了，你们两个就不管我了。太舒服了，这天气。
最近跟小刘联系了吗？又提。上回我就跟您说了，我跟他不合适。不是爸爸说你，律师这职业挺好的，万一哪天你碰到麻烦，他还能替你出头。爸，您就这么怕自己女儿碰上麻烦事儿啊？哎，你这孩子，怎么听不出你爸好赖话呢？就是。哎，对了，玉玉，我跟你妈商量着，这2天想回趟苏市。那可不行啊，这2天总是刮风下雨的，也就今天是个难得的大晴天。您这到时候来来回回的跑，又要犯风湿病了。这房子虽然很多年没住了，但是冬至还是要回去扫扫尘的。对，正好你妈也总惦记着，想趁机回去看看。那行啊，我陪我妈回去，您啊就在家歇着，这样我也好跟妈妈一起过过2人世界。你这孩子啊，真的是这么大个人了，这不跟男朋友2人世界，跟妈妈2人什么世界呀？对呀。行，哎，那我也只能不得已而为之。那我就是心向往之。那我也只能是听之任之。好，好。行了，你俩甜蜜会儿。天气也太好了吧！要不跟小刘打个招呼？这年轻人呐，就得多接触、多来往，才有继续往后发展的可能。你忘了咱俩年轻那会儿？你这女儿啊，她但凡能有你半分功力，我至于操这个心心？随谁啊？嘿，随我吗？哟，哎呀，我曲阿姨给我发消息了，真是心里还惦记着我，这么好的事儿，都想着我。这好像是有的人被诉了之后，也好长时间没见着阮玉了，也是，没什么机会见。你这不像我，你看，人家都主动约我。哎呀，这最近我这脖子可紧了。哎呀，可能是工作太累了。累着你了。哎，对对对，就这儿，再使点劲儿。哎呀，给你吧。哎呦，手法还行啊。小刘啊，上次你说你经常去苏市出差，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计划？可以顺路送我和阿玉去老房子收拾些东西吧。如果打扰了，不必强求啊。下次有时间到阿姨这里来吃饭。这样吧，这件事情呢，就全权的交给你负责。你随便回什么都行。你直接跟阿姨说我没时间，或者你直接跟她说我跟她女儿性格不合，水火不容啊。为了兄弟的幸福嘛，我损失一点人设没什么关系的。还有件事儿，咱公司旁边的那个婚介所呢，下个月到期了。我想的是什么呢？咱把它租下来，正好扩建一下咱们律所的这个规模，大敞亮。荣幸之至，明天正好我去办案，明天晚上交给我安排。明天晚上我有约会。上次婚介所介绍的啊，你确定一个连房租都负担不起的婚介所能负担得起你下半辈子的幸福呢？房租靠金钱支撑，爱情不是。明天白天耽误不了你太多时间，当然也不会耽误你晚上的幸福。